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那么每到周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从禅师发表在新浪上的一些文章。有的时候是原文教你炒股票的108课的其中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课后回复，有的时候只是它一个闲散的一个解盘的一个文章。那么来看一下我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我选择今天的这一篇是在2006年5月10号的一篇文章，股市闲谈，记股市绩点，大牛不用套，这是新浪那个博客上的文章的地址。我们来看一下那篇文章，我把它调出来，这就是他发表在新浪上的文章，这是他的地址，对吧？那么，在看这篇文章之前，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当时是在2006年5月12号。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下图形，在我们跟大家一起读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06年以及00年之前的一个图形。这样的话，结合起来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个体会。那么这篇文章并不长，我们一会儿我们一起通读一下，来看一下当时的一个图形。我这里已经做好了功课，把这个图形已经调出来了。现在是看一下他那个说的时间点，2006年5月12号，对吧？那么2006年5月12号在哪根 K 线上呢？我现在看的这个周期啊是3M，对吧？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很熟悉，我这个后面的水印儿代表的这是周期，还有它的代码。那么3M 代表的是每一根 K 线就是一个季度，这个周期非常大。那么禅师这篇文章发表在2006年5月12号，那么看这根 K 线，2006年这是4月开始的，那么是每一根 K 线代表3周，那就是4、5、6，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根 K 线的时候，禅师开始写的这篇文章。那么这个位置是比较有技巧的，对吧？禅师在他的博客《教你炒股票108课》里面，经常给我们散户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是做单边交易，就是做三买或者三卖出现之后的一个交易，因为三买和三卖之后是中枢移动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段的利润是最丰厚的，往往也是一个单边的一个走势。那么震荡为什么他不建议大家散户去做呢？因为震荡太浪费时间了，对吧？所以说他这篇文章写在2006年5月12号，在这个位置。那么在季度上，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这个 A 股啊，大 A 股的这个上证指数，其实啊说白了，上证指数整体的走势并没有走得很坏。我最近也是在这边看了好多油管上的一些关于在国内炒 A 股的一些朋友的一些他们的一些集合的一些视频，非常有意思，对吧？这个股市真的是，如果说你不懂的话，它能把你折磨的死去活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但是你要是说一旦呢入门的话，那么整个天空就被你打开了。那么看一下，其实 A 股这个大 A 股的大周期的走势，其实并没有走坏的。那么在季度图上，下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中枢，然后在这里又震出来一个中枢，两个中枢它的下面有一个非常强的支撑线，这根支撑线一直没有被破坏掉过。你虽然说这个这么折磨人，但是它整个周期，它整个上升趋势并没有被破坏掉，对吧？这个我们用图形上来说，你是没有办法反驳它的，它没有被有效的跌破过呀。所以说，他好多人说看到这个10000点、100000点、多少多少点，这也不是没有道理，都是预测嘛。预测你当然是可以根据现有的这个图形来猜测，对吧？你猜10000、猜50000、猜100000，没有什么区别的，反正还没有到。但是用多长时间就不知道了。没有人知道用多少时间，你在这里可以震好久好久，然后啪一个上去，很短的时间，就是单边往往这个时间都是非常短的。那么禅师在2006年5月12号给大家发表的这个文章，刚好在这个位置，刚好是要走出去了。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季度的一个中枢在这里。那么这个季度中枢的这个下面这个点位是998，这个998这个位置啊。也是在 A 股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点位。那么它在这个位置后面从这个是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价格在哪里？这个中枢上沿在1500点左右，1500点一个单边干到了6124，这个价格是有问题的，把它调整一下。对，6124，也就是这是2007年的时候到了6124点，对吧？1500干到610061，所以说禅师在这个位置给大家写文章说这个击股时机点大牛不用套，你说他的水平，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用上帝视角来看。禅师的水平在那里摆着呢，对吧？你那个你能不能在这个位置分析，它就能够有一波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呢？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为什么要复盘看禅师的文章呢？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要学习他是如何观盘的，从哪些细微的地方他能够发掘出来。这里是牛市。当然了。在这个前面这些整理的时候，尤其是这波牛市主要的推动力是什么？因为中国的 A 股其实就是一个政策市，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么在2005年4月的时候，出了一个改革政策。那么2005年4月在哪儿呢？我们把这个图形上也把它标出来。2005年4月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在998这个 K 线里面。你说，在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通知，标志着长期困扰市场的股权分置问题开始得到解决了。这一改革使得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提升了市场的流动性和投资信心。这个政策出的，你说正好出在这个位置，998这个位置，也难怪为什么998这个位置是在05年到07年这2年这波牛市的一个起涨点了，对吧？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股权分置改革。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政策那个方面的变化呢？在2005年7月21号的时候，那么2005年7月的时候在哪根 K 线呢？在这根 K 线，也就是第2根 K 线。在998之后的一根 K 线里面出现了什么事儿呢？2005年7月21号，中国央行宣布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启了人民币长期升值周期。大家稍微懂一点的或了解一点的都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往往伴随的都是这个国家股市的一个牛市状态，对吧？所以说，这个在2005年7月21号出现了一个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也不奇怪，为什么这个998附近这个位置是成为了05年到07年这波牛市的一个起涨点的位置了。所以说，这2年05年到07年，主要就是因为这2个，一个是股权分置改革，一个是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这一波大牛市，对吧？所以说，禅师出的这篇文章，它虽然说没有出在这个最下面这个位置，但是你看我们看一下裸 K， 最后的最下面这3根 K 线，也就是998之后，其实是包含关系出了3根 K 线，这是998那根 K 线，然后之后的一个季度。然后再来一个季度，是这么3根 K 线，一个典型的晕线。我们之前经常说晕线就是这种前后有包含关系的，或者说后面这根 K 线比前面 K 线大，是这种晕线。这是传统理论里面他们管这种叫晕线。那么晕线的话，比较容易出现在顶和底的位置，对吧？所以说这种在底部出现这种晕线的位置，其实就是一个在消化消息、等待机会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它又是这种收缩的这种包含关系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一个底了。所以这也不奇怪，为什么这个位置成为了一个大底。那么禅师是在那个06年，我们看一下他那个时间，是在06年5月12号的时候出的，对吧？所以说是在这根 K 线，就大涨的这根 K 线，那么他是看到了这里要走离开了。他是看到了这里有一个大的中枢，我们之前那个中枢刚才被我无意中给它删掉了。这里有一个大的季度中枢，然后要走离开了，他在这里来发文章，对不对？所以说，在我们学禅论里面，我们知道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中枢震荡段，然后这是离开段。那么我们现在来回过头来看一下禅师在06年5月10号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啊，在很多学缠论的朋友里面都作为前言，在它之后是跟着的教你炒股票的一系列108课，所以说这类似一个前言。股市闲谈，绩点是绩点，绩股是绩点，大牛不用套。能和本 ID 聊股市的，如果有，最多就处于在精子或卵子状态，连受精卵都算不上。而且啊，股市游戏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因此一般都不说。但看到有些人被这股市折腾的厉害，出于同情，又周末了，也就说两句。看禅师这个状态是非常狂妄啊，但是我们知道他有狂妄的底气，那么也确实是有这个能耐，能说出这种话来。1年前，股市跌到1000点，最腥风血雨时，当时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很可怜，就用老 ID 给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叫绩股是绩点，越腥风血雨就机会就越大了。现在这个绩点已经弄得让很多人受不了了，绝大多数在股市里的人都是很犯贱的，跌也怕，涨也怕，真是可怜呐。为此，今天我再给一句话，叫大牛不用套。这个不用套，最关键的意思就是不要用老思路来套用走势，特别是那些对市场了解不多的。例如那天看到有人说什么五粮液的权证疯了，都3、4元了，这些人就是对市场了解不多。知道以前宝安权证给干到多少吗？知道深圳市场受香港影响，一直都有玩权证的传统吗？知道在香港比这丰多的权证都遍地都是吗？市场总是要超越一般人想象的3、4元就贵，为什么股价就不能比酒价贵？哪一天按复权算，一瓶茅台、五粮液买不来一股相应股票，又有什么奇怪的？这个现在的散户可能玩尤其在我们在国外的可能玩的这个期权呐、衍生品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了。那么当时在05、06年的时候，好多人还是不太了解，可能连股票都不太了解，那么去玩权证的话就更少了。但是因为禅师可能当时在深圳市场可能接触的比较多，那么因为香港嘛，他那面的这个相对的那个系统完善一些，所以说他们那边玩期权呢，玩这些衍生品的也比较多，所以说深圳市场受这个影响，对吧？当然，对于极少数的人来说，市场就是一个提款机，想提就提，这怎么才能办到呢？就是要对市场充分的了解。想了解市场的人，就知道市场都是一样的。你个 A 股、美股、什么印度股，都不过是 K 线图形嘛，对吧？你只要学会了这套理论，你什么股你炒不了，A 股你能不能炒，美股你能不能炒，欧股你能不能炒，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就像穿着各种衣服的人，扒光了都一样。真明白市场的就无所谓牛熊，市场永远都是提款机，对吧？我管你是牛熊呢，我只要看好了买点和卖点，到了买点了我就买，到了卖点我就卖，我管你是牛熊呢，无所谓呀。牛市也能赚钱，熊市也能赚钱，前提是你要练好你自己的功力。当然，如果市场只能是单边的，那么唯一的区别就是在熊市中投入的资金以及摆动的频率要小，对吧？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这个市场现在是单边上涨或者单边下跌，那么你在熊市和牛市它肯定有区别啊。在熊市中投入的资金以及摆动频率要小，那就是我们因为在 A 股当时的时候，大部分人只能是玩股票的，它是不能够做空的，对吧？你不能做空的话，那你肯定投入，因为在熊市里面你要想做上涨的钱，那么你相对来说就难度就大一些，所以你的资金量可能就要控制。那么你就不能说啊，我现在在熊市里面我全仓往里干，那就很容易亏损。不过即使在牛市中，高手和低手之间的盈利程度也是区别很大的。一个股票如果上涨1倍，低手最终落单的最多就是1倍，而高手搞出3、4倍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股票投资十分简单，最关键的就是成本，而时机其实就是成本。如果你有本事能比市场的平均成本要低，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既然波动是市场风险所在，那么相应的就提供了利用市场的风险。利用一切值得利用的波动，把持有成本往零甚至负数
干下去的机会，这样无论牛熊都无所谓了，对吧？这个就是其实在这个前言里面，所谓的前言里面，禅师已经给出来了整体的禅论的核心，你就是要利用一切的机会，一系列的市场波动机会，把你持有股票的成本干到零，干到负，你这样的就没有风险了呀，对不对？就是在第一篇文章里面就已经明确了指出了这一点，这样无论牛熊都无所谓了，有波动就有风险，相应就有利润。对于一个高手来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一个下跌股票弄出来的利润，一定比一个低手在一个上涨股票弄出来的大。当然，这只是举例了，真正的高手当然不会故意逆着趋势干，对吧？所以说有波动不是坏事啊。像我们学会了缠论之后，有波动反而是好事，你顺着波动来，对吧？这个你买了就涨，然后到了位置一卖，哎又跌回来了，你又可以买回来了，对吧？所以说有波动，相应的就有利润。投资是一门艺术，而投资的艺术归根结底是资金管理的艺术，这就像歌唱的艺术，归根结底是呼吸的艺术一样。而市场的波动，归根结底是在前后两个高低点关系形成的一个完全分类中展开的。这其实说的，我们学完了108课之后，或者说你学了几年之后，你就说这是高度总结出来的一段话呀，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禅师这篇文章是抄的，或者禅师这条理论是抄的，或怎样？你读了这个就知道了。他在写108课之前，他已经有了他那套理论，不是说他在写这个文章的过程中形成了这套理论，这是两码事儿，对吧？再重读一下这句话，而市场的波动，归根结底是在前后两个高低点关系构成的一个完全分类中展开的。明白了这一点，市场就如同自己的掌纹一样，举手可见。以上这些，不但对于散户，对于庄家其实也是一样的。能明白这一点的，就可以在市场中游刃有余了。当然，这个境界还有向上一路，这就不能对一般人说了，而且说了也白说，就不说了，对吧？整个篇文章并不多，但是你在那个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来重读这篇文章的话，其实是能够充分的理解到这个禅师啊，他的这套理论确实是太牛了。再加上他能够写出来这一套，把这套那么牛逼的理论写出来给，确实是觉得大家太可怜了，对吧？他也说了，涨也怕，跌也怕，确实是非常非常可怜。现在你去看。不论是油管上还是国内的那个这个抖音上也好，还是快手上，那么多人炒股被这个 A 股给折磨的哟，哎呦，天天哭爹喊娘的，这确实是挺可怜的。但是学这套理论啊，不是说你啊，我说我有一套理论，我要教给你，他就会去学，这个其实是需要缘分的。无论是我在网上开始传视频，然后写一些文章，还是跟大家分享禅论，这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一点点缘分，对吧？还有就是说，那个为什么我这个频道一个月你只需要付$1，你就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也不是说订阅这个频道，就是可以看这些会员专享的这些视频，对吧？我为什么不设99或者100？当然了，没有人买也是一回事儿。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之所以设那么一个小小的门槛啊，其实就是求一份缘分而已。那么你结了这个缘，然后能不能够拿得到，还要看你自己。禅师这个文章也是，他就放在那里，就放在新浪博客上，任何人都可以去学。你能不能够学到它，你认识到它是一回事儿，但是你最后能不能掌握到它，是你自己的一个努力呀，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禅师文章就到这里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平时做的这个复盘，来看一下下周有哪一些重要的这个经济事件。最重要的是哪儿呢？就是周三了。周三有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了，对吧？市场降息，市场预期是降25个基点，然后2点钟是这个利率决议，然后2点半是这个会议答记者会。那么，市场现在因为刚刚过去的这周出的这个 CPI 数据已经给定调了，
就是 CPI 数据，基本上支撑现在美联储在12月份降这个25个基点，这个基本上概率它不降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再加上他之前也说过，因为马上美联储，美国这个特朗普要上台了嘛，之后上台之后会有哪些刺激的政策，他不知道。他之前出来，跟一些记者分享的时候说过这个，他说他不知道有哪些政策要出来，他也没有办法预测。但是现在的这些宏观数据上显示，现在经济还是需要降息的，对吧？还是需要这个印钱的。那么现在就是市场预期。至于2025年要降几次，现在市场上2025年还需要再降3次。那具体的话，我们之后会一起跟踪的。那么周四的话，在这个利率决议之后，还有 GDP 数据，然后周五的话还有 PCE 数据，对吧？所以说，下一周的话就主要就是周三、周四周五，但是周二也有一个零售数据，因为美国也是一个零售大国，零售数据也被市场称为恐怖数据，那么也是相对的需要关注一下，这都是盘前的时间，都是美东时间，所以说下周我们需要打起精神来，毕竟现在市场整体也在一个相对的高位，那么出现任何的大的震荡，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吧？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个图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看一下它的月线。首先，在标普月线上，我们来比较一下本月的这根 K 线和上个月这个 K 线的低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出现顶分型。上一个月的低点6033.39，本月的这根低点6029.89，顶分型出现。月线出现顶分型了，那么前面这里也是出现过几次顶分型的，对吧？我刚才看的是周线 ，sorry， 修正一下，刚才看的是周线，现在是月线，现在是月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线上，把这个画图软件。那么月线现在看一下裸 K 啊，虽然说本周刚刚过去了2周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 K 线呢，相对还是不太好看的。就是上影线是相对的有点长，然后 K 线的实体是非常非常小的一根 K 线，对吧？这种是容易形成顶的，这种 K 线容易形成顶，或者说即使不形成顶的话，形成这种 K 线的话，就这是3根 K 线的一个组合，也是。那么下一周会形成一个大幅下杀，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这种 K 线相对是不好看的。那么现在月线上，因为还没有顶分型，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就看一下大方向就好了，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是我跟大家一直说的，你需要因为禅师在他一篇文章中也讲过一个叫表里关系。什么是表里关系呢？就是不同周期的关系。你本周期月线跟它的次级别周线，它们俩的关系，你需要降低周期，需要利用区间套来观察。你单单看一个周期的话，你是看不到它的非常细节的东西的。你只能看到这里是有过一些震荡的，有过这个回撤，但是你看不到更多细节的东西。或者这里有一个平台，对吧？所以说我们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次级别。那么在它的月线的次级别就是周线。那么在周线上，这里下面是3491，这里有一个大中枢，然后一直离开，这就是单边呐，对吧？每一个中枢之后的离开段都可以假设为单边段，所以这是为什么禅师一直说不要做震荡，要多做单边。那么单边的利润是最丰厚的，所以说一旦你发现了，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开始强势拉升离开的时候，你这里就其实是当然这个周期相对是比较大的。首先我们要说，这个周期是周线周期，那么周线周期的这种回撤还是能避开，尽量还是要避开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周期是日线的话，那么就尽量少做这个差价的，因为在单边的时候，你如果说一旦掌握不好这个度的话，你就很容易卖飞了，你就很容易追高买回来。那样的话，你的整个心态很容易被破坏掉。就是在单边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一直涨的时候，你就不能动。尤其这个周期还相对比较小，比如说是日线及日线以下的时候，你就不能乱动，因为你越乱动，你就越容易把心态搞坏。你卖了又涨，你就非常后悔呀。
你就很容易一拉一个跳高，你追上去，你一追上去，啪，他又给你打下来，这样来来回回几次的话，你整个心态就很容易搞坏掉。所以说，如果你发现是日线及日线以下的出现单边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动它。那么这就是单边这个，因为单边策略跟震荡策略是不同的。在做震荡策略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低买高卖，甚至是高卖低买都可以，对吧？来回做 T、做正 T、倒 T 都可以。但是单边的时候，你去做 T 的话，就很容易卖飞它。那么这就是在周线上是一个单边段，那么这个小 B 段还没有出现有效的回撤。什么叫有效的回撤呢？就是按照缠论，按照这个定义，我需要一笔有效的回撤。那么一笔有效的回撤是什么组成呢？首先要有顶分型，要出现顶分型。其次要，无论这里有没有包含关系，我们就把其他都撇开不说，说最简单的。那么需要有5根 K 线的一个下跌，对吧？这样组成的一个结构，它就构成有效的回撤一笔了。你看前面这里。它这里刨掉包含关系的话，它只有4根 K 线，不够5根。这里也是一样的，下面是有包含关系的。上面这里我们看一下裸 K， 应该也有包含关系。这是最高点5264、5263啊，刚好没有，刚好没有。所以说它是在下面出现包含关系，这个是在，sorry。这个是在上面出现了包含关系，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们俩都不够5根，所以说这是没有有效的回撤。我们要等的是什么时候能够给到一笔有效的回撤。那么这个有效的回撤出现之后，要看它跟这个中枢的关系。这个中枢是在中枢内部还是在中枢上面，对吧？在中枢上面可以继续形成3买，那么回到中枢的话，那就是中枢震荡。如果说砸穿中枢，然后一个反弹，那就出现3卖了。所以说，在中枢上面只有可能形成3买，或者说回到中枢进行震荡。那么在中枢下面只有可能形成3卖。这就是在中枢以中枢为中心，那么我们来分析各个点位跟我这个中枢是什么关系。那么现在周线上已经出现顶分型了，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比较过这2个低点了。周线上已经再次出现了顶分型，前面是出现过多次顶分型。这个顶底分型类似于刹车。类似于开车的时候一个刹车动作。那么至于你刹车之后能不能够刹得住，或者说你刹车之后能不能够出现有效的几段下跌，那就看你的刹车系统了。那么前面这几次刹车刹的还是比较狠的，对吧？但是虽然说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回撤，但是这2段的刹跌这个回撤还是比较狠的。我们看一下空间，前面这次这是在2024年4、5月份的时候跌了5.8%左右，然后这一次回撤了9%多，对吧？这2次回撤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指数跌个5%或者10%，那你个股可能就20%、30%去了。所以这种回撤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即使是不出现有效的回撤，那么这种大幅的回撤能避开还是要尽量避开的。那么现在又出现顶分型了，就看下周，因为还有这个联储的利率决议，还有 PCE 数据，看一下能不能够因为这些数据的一个刺激，它出现一个回撤。其实这里调一调不是什么坏事儿，对吧？毕竟从4103这波上涨，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体的48.86%，将近涨了50%了。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丰厚的一个盈利，你现在减点仓，或者说你觉得哎呀高了怕了恐高了，我卖一点，一点问题都没有，落袋为安永远都没有问题。你只要是赚钱的，你早卖一点晚卖一点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怕卖早，不要怕卖早，永远有机会。你卖了钱出来了，你可以再进其他的股票嘛，市场机会天天都有，对不对？你能不能够发现它才是需要学习的。那么这里即使出现有效回撤，我们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测一下，对不对？能不能够到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但是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不是什么魔法数字，不是什么到了这儿我就要反弹，没有这种100%的绝对性。我在昨天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一个例子，就类似一个十字路口。到了这些位置，你要观察一下，到了十字路口了，哎，虽然是绿灯，但是堵车，
你要看一下路况的，你要看一下当下的路况。只不过就是说，到了这个十字路口有红绿灯了，哎，更容易出现红灯，那你需要等一等，对吧？如果说绿灯但是堵车，那你也要等一等。所以说这个路况的话，你需要根据当下的实际路况来分析，而不是说哦，我现在到了十字路口，现在是绿灯，我就一脚油门往前干。你堵车你过不去啊，对不对？不要一根筋，不要一根筋。那么这些位置也不过就是让我们来分析多空强弱的一个位置。到了0.382和0.5，那么这还是一个多头偏强的一个位置，就是说回撤还是偏浅的，回踩还是偏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敢做多的。但是说，如果说直接杀到了0.618了，那就杀的比较深了，说明做空的力量太强了。那这个反弹我都不要了，对吧？这种弱的反弹都不要，直接等到背驰的时候才可能进，有可能就直接走反向了。那就是说，在月线上它要出现大的调整了，那这种反弹就不要了。所以说，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它的意义是来分析多空强弱，谁强，你要做多，那就是要多头强，或者说合力的表达要表达出来是多头强的时候，你才能做多，对不对？我们分析的是合力的表达，我不管你是美联储，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巴菲特还是谁。在这个只要这个盘子够大，像那个标普这种指数，或者说这个大盘指数，你只要盘子够大，你谁来了都无所谓，你都是只不过是合力的一个分力而已。我要分析的是最终合力的表达，对吧？你即使是美联储的话，你也只不过这个分力的力量可能强一些，我可能要多关注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机构、散户啊、个人都要多看看美联储的这些政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分力的力量相对于其他的分力比较大，那么我们就要多关注一些这些力度比较大的分力。但是最终的选择还是一个合力的选择，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要看美联储的脸色。那么现在就是在周线上已经出现顶分型了，一样的，我们也要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周二、周四做解盘的时候说的这个4103。那么从4103这个起涨点结构已经很饱满了，一个中枢、两个中枢，两个中枢之间的高低点没有接触，就是说围绕中枢震荡的这些点位，这些低点跟前面这些高点没有接触，那么是一个趋势上，一个趋势上。针对第二个中枢还给了一个小三买，然后又上去一波，这就是3笔出现了背驰，然后现在开始出现回落。现在这个回落需要打掉6029.89之后，才能够出现日线上的回撤一笔。打掉之后，我们还要观察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小低点，小高点6017.31。如果说碰不到6017的话，那么还可以再来一个小五浪，就是一个1、2、3、4、5，对吧？这也是可能的一种情况。那么因为它俩的这个空间并不大，就这一片的空间并不大，它也有可能直接就跌破了6017就回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就看它是不是在这里也要做中枢，也可以啊。这里做一个中枢出来，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这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那么这个中枢扩张了。扩张之后的话，前面的所有的都变成进入段，它可以这样的再往上生长的，这是其中一种情况，对吧？这是一个往上涨的一种情况。那往下跌呢？那就是说，首先你要跌破这个5853，跌破5853，因为5853是前面这个中枢的3买，这个是有意义的。跌破它之后，你就看，跌破它之后能不能够止跌到这个附近，就是不要回到这个中枢里面之前，能不能够止跌回去，对吧？这样的话还能往上走。如果说跌破了5853之后，撑不住，直接回到这个中枢内部了，那这就变了，对吧？这就要演变成什么呢？你从6099这里要断开了，这里又很大可能要走出来周线上的那个一笔回撤了。那么日线上最少就是一个3段的一个，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个2脉，所以说这个位置是一定要硬的。如果说要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我们才需要这样去应对。这个2脉是一定要硬的，因为你不知道后面这个第3笔是一个只是一个盘整背驰，还是一个大幅下杀。如果说出现一个大幅下杀的话，那这就可能5浪下跌，然后甚至是在做中枢，然后甚至在做2个中枢都可能的，没有人知道。所以说这个位置一定要硬，你到了这下面你再去硬，就晚了呀。所以这个位置是最理想的位置。
对吧？也可以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个黄金分割测它的反弹位置也可以。比如说直接扎到了中枢这里面，然后你发现，哎，反弹到这是5893，甚至是到这个5933，都是二卖，这都是二卖，对吧？你都要卖，都多卖一些。所以说这个在之后的一个，那你可以利用它这个盘整背驰再买回来，甚至是不背驰的话，你就不能买，再等嘛。这就是我们利用完全分类的方法。任何一种情况，因为股市相较于什么战争的那个兵棋推演啦，还有什么中医的一些看病啦，还有一些什么诗歌，这是禅师打的这个举的例子，更容易的原因是因为利用不测而测的这套方法推演，只有三种形式，要么涨，要么跌，要么横。只有这三种情况，所以说这就是完全分类在股市里面，在股票里面为什么能够好用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的结果少，它的可能性小，可能性少，所以说我们学会了这个完全分类是缠论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分析方法，你必须要学会这个完全分类。那么你任何走出来的走势对你来说没有意外。没有什么 surprise， 今天上涨了我也 surprise， 明天下跌了我也 surprise， 没有那么多的 surprise， 这些我都已经分析到了，对吧？你上涨了我就继续拿着，下跌了到没到5853没到，继续等，到了5853我瞅一眼这个力度，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这个抵抗力，直接是一笔下来的话，那我可能要打起精神来了，可能要走反向了，可能任何的小反弹我都要减仓了，对不对？所以说，任何一种走势，市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对的。那么前提是你有没有想到这种结果，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次级别6099之后，现在它的次级别它这里还能够出现什么新的变化？那么现在就这一堆 K 线呢，在日线上的话只有4、5根 K 线，那么而且啊还没有打低点，在周五的时候这个最低点是在6035。它还没有跌破这个6029，那么它有几种情况呢？那就看下周因为这个下周三才有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它完全是可以弹一笔的。现在这笔的反弹是不够笔的，相当于2次反弹，那你要尤其注意了。那么这里其实是可以有一个趋势线的，对吧？它完全可以弹到这个位置，等待这个周三的这个利率决议。然后再选择方向是向上突一下，还是说往下走，大幅的一个跳空高开、跳空低开往下走也可以的。所以说，下周就看在周三利率决议之前，或者在盘，因为它是2点钟才开始出利率决议，看在2点钟之前能不能跑到这个位置。那这样到了这个位置的话，你是要看应对一下，是不是要减仓，还是说要加仓？那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对吧？那它也可以往上选、往下选，都可以的。这是2种可能都可以，但是这里是有一根趋势线的，比较明显的这种，所以说这是2种比较明显的2次反弹确认，然后形成一个反向中枢，然后一个跳空往下走。很多股票上都有这种简单的结构的，这种结构我们也分析过很多次了，就是看一下周三的时候能不能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是往上走，如果说下周一开盘直接跳空低开，就跌破了这个6029的话，那就意味着这里是不能够出现反弹一笔的，直接跌破了这个底分型。那么就看这里能不能出现3段背驰。我们现在就可以比较一下，如果说要跌破这个位置，我用这个扩展器比较一下这3段，我们会发现一个等比例的位置6022.51。如果说走到这个位置了，相当于这第一笔和第3笔出现等比例了，那么这个位置也很容易出现反弹。一样的，看它是能不能够反弹到这个趋势线这里，还是说只是一个弱反，也是形成了中枢，只不过就是中枢的位置不同而已，要么就靠上一点，要么就靠下一点，然后还是有一种可能要下来的。所以说呀，下周其实非常关键的，这个是要反弹一笔之后往下走，还是说能够继续往上走？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以及这个 PCE 数据，可能就决定了这个市场的方向了。短期的方向就要决定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开，还是要南下，要测一测了，往下这个继续调整了。这就是从这个图形上我们能够分析出来的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看一下往下大概捋一捋其他的。先看一个这个
这是 VIX。然后呢，今天因为在这个频道里面啊，有一位这个会员朋友，他也是问了一个，因为当时在那个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那么我先把他这个打出来。他问的这个股票 BBAI，我们之前也是分析过这个股票的，我们把它加到那个我的这个列表里面来。我们等一下，先看一眼这个，先看一眼这个会员朋友们提问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另外一个会员朋友问的这个波音，我们也一起分析一下这两个，对吧？好的，那我们就先不看 VIX，先看一下这两个会员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因为我们平时在做分析的时候时间比较少，比较紧，所以说一般会员朋友们的提问我都会放到这个，如果说在直播里面你不能够去到直播现场的话，那么我就会放到这个周末的会员专享里面。其实这个 BBAI 应该是忘了是在大上周的会员这个直播里面是分析过的，他应该是有这个票。那么当时他问的时候啊，我在之前他问过这个票之后，我自己还看了一下，那个时间点位应该是在这么个位置，应该是在这么个位置。我希望你吃到了这段，对吧？我希望你吃到了整个的这一段的一个大涨。所以说，能不能够吃到是自己的能力了。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整理的这个图形，这是从1块多直接干到了4块多。如果说能吃到的话，这段利润还是非常丰厚的。那么我们把最后这段的这个 K 线给它补出来，这里是在中枢震荡，对吧？然后回来这次够笔，但是反弹因为有包含关系是不够。其实这里画不画成，我要说的就是这段你画成3笔和画成1笔没有大区别，因为最终的这个点位变化在哪儿呢？就刚才画笔的时候，这一笔呀，你画不画成1笔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最终的起涨点在这里呢。但是呢，这也是，而且啊，你这个画成1笔的话，就是一个1、2、3、4、5、6、7段上涨，7段震荡，也没到9。你如果说不画成1笔的话，对吧？1、2、3、4、5就是5段，区别并不大，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画法，画成和不画成都没有太大关系。主要就是这个起涨点在这里1.51，对吧？它在这里震出来了一个中枢，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盘出来这么一个底来，然后大幅上升。这就是刚才我们利用这个 A 股跟 A 股的图形有啥区别啊？只不过那个就是一个3M 的嘛，就是一个季度图，我们这是一个那个日线的 K 线，日线的这个图形有啥区别呢？结构上没有任何区别。那个是从1600、1500干到了6000多点，这个是从1.6、1.8干到了4.49，没有任何区别呀，图形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呀，你这个方法学会了，你任何图形都能搞，任何图形。所以说单边段那么丰厚利润，这就是说它是单边的结构。那么你在这里面去做短差的话，你就很容易吃不到这个大的波浪，最利润最丰厚这段你是吃不到的呀，对不对？所以说，你能不能够选出来？第一，你能不能够选出来这些走势很强的股票是一方面；二呢，你选出来了，你能不能够拿得住是另外一方面，对吧？这个其实都有关系的，都重要，选出来也很重要，能不能够吃得到也很重要。然后呢，到了位置你有没有卖也重要，因为你这个4点几没卖，现在又砸回到2点多了。我们看一下回来多少。已经跌破了0.618了，对吧？整个趋势已经开始这个下跌的太猛了，基本上就是上一段有可能拉回到中枢里面也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也可以把这两个均线看能不能够往上，因为这两个均线是活的，这两个200天均线和120天均线它们是移动的，它们如果说慢慢能够拉上来的话，能不能看踩一脚这两个长期支撑线，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就会形成一个300。对吧？看它在上面是不是要做中枢，然后再选择往上走，因为现在只有一个中枢嘛。所以这个回来，那么在 A 股里面呢，是从6.24最高点跌到了1624。所以说图形上都一样，你只要回来，即使是它那是季度上的一个300，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日线的潜在一个300。但是呢，它因为杀的比较深，只要已经杀到0.618了。但是不是说杀掉0.618就一定说要不能够回来？没有那个
没有100%的对应性，还是那句话，没有100%的对应性，只是就是说这个空头的力量太强了，那这种反弹你可能不要，它完全可以是3段直接回来的。所以说啊，针对这个 BBAI 的话，现在已经回撤也够比了，那你要想补的话，你就等待一个明确的底分型，等待一个明确的底分型，对吧？然后因为它这前面这段的下跌太狠了，这个底分型很容易形成一个中继的，形成底分型之后，它再给你跌。再次形成底分型，可能需要2次、3次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底分型。所以说你在出现底分型的时候，先尝试买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你发现上去了动能不强，然后你赶紧卖掉，就小周期你会出现一个二卖，对吧？利用小周期的二卖，你就赶紧出来，然后它如果要再下来的话，你再补。所以说就是现在要进场做多的话，你就相对要谨慎一点，仓位就不能太大。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会员朋友问的这个波音，之前这个波音我们也是分析过一段，分析过几次。那么它整体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安全性能，飞机的安全性能是出过很大问题。但是啊，波音这个它是一个老牌的一个，你要用大而不能倒来形容这家公司的话也不为过，真的。以大而不能倒来形容这家波音这家公司，确实是，因为毕竟它的那个员工数量，还有它的那个所处的行业都太，呃，基本面那个方面我确实懂得也不多，那我们就少说一点。所以说我按我个人来看，那就它就是大而不能倒，对吧？那么在图形上，这个月线上就是已经是形成了，这是它的起跌点，已经形成那么一个明显的中枢了，但是还没有跌破这个前面这个89这个低点。你只要不跌破这个89低点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在这震，然后再选择一个低点，然后结束整个的一个下跌。这里就是一个中阴段，现在就是一个中阴状态，它完全现在又形成了一个月的底分型了，然后给你一波反弹。你看它这个 MACD 相比较前面这里面积都明显缩短了，明显缩短了，然后快慢线的低点比前面的高，说明背驰了，对吧？有盘整背驰的迹象。所以这个位置，你如果说近一点波音的话，如果说你真的懂这个行业，对这个公司虽然说出了这么多问题，你还是有信心，或者说你手里有一点点它的票，成本也不高，甚至是你在上面有这个成本，然后被套了，现在补一点没有问题呀，没有问题的。任何的股票，其实从哪儿买从哪儿卖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只要懂这些交易的方式，你都可以把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是你的持仓成本在哪儿。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明确的底分型，我先买一点，补一补仓，把差价降一降，没有问题呀，对不对？那么看一下这个周线上，周线上现在是有波纹关系，所以说不够比，这个反弹不够比。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从137反弹只有1笔，还是挺强的。应该是有3笔啊，这是有一段回撤，我们把这个回撤这个给它标出来。这里是有过一次回撤，然后是一个123段，123段现在刚好是顶到了200天均线了，刚好是顶到200天均线，张嘴张得非常大，对吧？所以说你要能发现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你在这个位137或140的时候进一些，那也是任何一个票你都能赚钱的。股票没有好坏的，就是说真正落实到交易的时候，股票没有好坏，你只要交易到位，股票任何的股票你都能赚钱，任何的股票你也能亏钱，所以不要在股票上来找理由说我这个股票亏了，我这个股票赚了，对吧？你这个最终呢还是在个人的上一个交易的这个能力上。那么现在这个反弹，现在顶到了120天，然后也是刚刚超过了0.618，等比例在176，所以说但是现在顶分型也没有，顶分型也没有，然后整体的K 线表达的话还是相对偏强势的，它完全可以冲到176这个位置，然后再给你一次回撤。这次回撤碰不到前面这个160附近这个高点的话，还可以有5，对吧？5段上涨结束之后，还可以回来做中枢，哎，还可以离开，上去了有背驰了，哎，可以再做第2个中枢，然后再来一段 C 段，这样才有希望结束整个的从137的这波上涨。
就是这么一个生长过程。走势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根一根 K 线生长出来的，所以走势是活的呀，走势是活的东西。那么现在针对这个的话，就是首先不要追，不能追它。你一追在120天，也可以完全结束了呀。那给你一个顶分型，然后开始这里回撤，然后不碰到这个160这个高点一样的，也是出现5，然后在这里做中枢，对吧？这里做中枢之后，然后给你一个类似一个平台，然后再打出去，第二个平台，然后一样嘛，只不过就是在这个位置，还是说是在176这个位置。对，首先你不能追，第二呢，手里有的话可以继续拿，看看能不能够到176，对不对？到了176了，十字路口了，看一下路况嘛。路况是啥呢？次级别，路况是不是很好？次级别的表达是单边的这种浪形的，还是说非常纠结的两中枢了？你就知道了，路况不好，我这里要减仓了。即使是前面绿灯，我也要减。那么再看它回来，就是这么一笔一笔做。所以说现在路况还可以，那么有希望冲到176，到了176之后再减也没有问题，甚至是直接干掉，可能来一个什么利好，直接到191也可以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根据图形来一点点的那个仓位那个匹配，对吧？你这个只有把仓位分配好了，你才能够任何的位置你都能够去应对它。好的，这是针对这两个会员在频道里面一个提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那么再看一眼这个 VIX，VIX 的话，我们之前说过，它只要没有拉升到零轴，我们现在看的是日线，你只要没有拉升到零轴附近，甚至是没有突破这个120天和200天这个均线的话，都不用太担心，因为前面这里其实有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还有这里。这两个位置出现了大幅的上升，那么 VIX 出现大幅上升，那么就是指数那边出现大幅下跌。这两次出现的时候都是离零轴特别近，看到没有？这里离零轴特别近，然后一个张嘴，快慢线一个张口往上走，对不对？它的那个起涨的位置全是在离零轴附近的时候开始发力，所以说这里也是一样，你只要没有零轴，没有到零轴附近，那么你就离发力还远一点呢。你可以拉升，拉升没有问题呀，慢慢往上拉，你这里慢慢涨，然后股市那边也是有涨有跌嘛，这是我们是不害怕的。股市里面有涨有怕的是这种快速下跌，你这种快速下跌的时候，你手只要慢一点，你是出不来的。很多人就是这种天天盯着股市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卖不出去的，对吧？害怕呀，因为跌太狠了，你割肉的话那太痛了呀。所以说现在还没到我们去特别害怕的时候。然后再看一眼这个比特币也可以，其他的可以快速的我们那个过一遍。那么比特币的话也是从这个58000这个起涨点，现在我们看的是日线，这个起涨点是一个五段了，12345，尤其这个第五段之后特别的纠结呀，在这里已经好长时间了，你看这 K 线都有3、4周了吧，那么一直在这里横，所以说它的动能啊，向上再往上冲的动能，就是可能要等到川普上台之后，看看他的一些其他的政策能不能够继续把比特币再往上推，或者说是其他的大企业、大的 institution 那些机构，或者说国家能不能来开始买比特币。因为现在有一些传言说，像中国这种，如果说美国要开始建那个战略的比特币储备的话，那可能中国也要买。那么其他的国家看是不是也要跟风，也要买比特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能比特币再到5万10万啊，不是啊，再到50万、100万，现在已经是10万了。那么再到50万、100万，真的是有可能，对吧？还有一些大的公司，比如说之前我看新闻说，微软好像也要拿出一点他们的资金，是不是要配置一点比特币到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如果说所有的大公司都这么干的话，那比特币确实是上涨动能就有了。对不对？这些上涨动能不是小散户能推得上去的，就像黄金那个面也是一样，那都是国家在那买才能把它拉升到那么高的高度。所以说现在是一个第五段的状态，想往上走必须要有动能啊，不行的话就要回来，在这里做中枢，做完中枢之后看它要做几段，看是不是要盘很长时间之后有什么主要还是一个事件驱动，然后看一眼这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在周五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下跌，跌了2.25%。那么英伟达现在还是有两种情况的，
这里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我们把这个给它去掉，然后我把这个也去掉。我们说一下它的哪两种情况。这个现在这个回撤也够笔了，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中枢的。第一种情况就是从这个起涨点90.69上涨的话，如果说我们先说上涨，那么看一下，首先看一下这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没有接触，对吧？这个是在高点在131.26，然后这个最低点在131.8，没有接触，所以说现在还是有趋势上的一个可能性，就是第二个中枢在这里，然后能不能够打出去？虽然说是那个周五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回杀，但是并没有跌破这个131.8，也没有跌到这个131.26这里，所以说还是没有出现中枢扩张的这种情形的。那么就看它下周能不能够拉上去，走一个趋势上，这是其中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样，以152.89作为分割点，那么152.89左侧一个盘整上。带一个中枢，带一个300的盘整上，右侧现在是有3笔了，这3笔还都成笔了，那么还没有跌破131.8，对吧？可以不跌破131.8，直接反弹一笔，两次反弹，哎，又是那个模型，发现没有？两次反弹，然后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然后构成一个反向中枢，走反向，这是一种情况，这是往下走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把这个131.8跌破它。下周看看财报的原因，能不能往下走，跌到这个120天均线？好像上周那个张朋友说要在127还是128附近，我看一下这个价格，127啊，他说在127想补仓，就是因为这是120天均线的位置，他就是以这个为依据说在127可以这样那个什么的呀，可以这样等待的，没有问题。所以说，如果说跌到了120天均线，然后也跌破了131.8，对吧？你看一下有没有背驰。我现在测一下，等比例在125.45，对吧？如果说能够跌到127，也就是120天附近，不能够到125.45的话，就是背驰了，对不对？看能不能够背驰之后再出现反弹一笔，也是一样，反弹之后还是弱反的话，就是出现反向中枢。那么强反呢？直接一个拉升突破152.89，那就是继续中枢扩张了呀。这个是中枢就出现大中枢了，出现中枢扩张之后的一个，那个最近出财报那个Broadcom 就是这么个图形，Broadcom 在出财报之前就是这么个图形，你去可以比较一下，把那个 Broadcom 出财报之前和现在的这个，如果说能够砸到这个位置，然后一笔反弹，你去看一下，比较一下，一模一样的图形，一模一样的图形。所以说现在这个英伟达就是看它是怎么选了，对吧？看它怎么选。再看一眼最近市场上关注度非常高、动能非常强的这个特斯拉，特斯拉这波的单边确实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一个意料。大家能够想到去突破这个前高414的这个位置，但是也没想到现在这么猛，还能够干到这个436去，对吧？因为在大周期上，我们之前是分析过那个特斯拉的，下面有一个大的季度的中枢，然后这个位置是一个季度大300。101.81的话，这是一个季度大300，所以说出现季度大300之后，哎，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非常正常，对吧？我们现在关注就是101.81到436这个季线上这一笔能不能够继续往上冲一冲？但是呢，整体表达并不，MACD 起码表达的并不是很强，这个快慢线的这个已经虽然说有交叉了，但是并没有突破前面的这个快慢线的高点。股价突破了前面的高点，快慢线并没有突破了高点，这就需要引起注意了，还有这个柱子的长度也没有前面高，对吧？所以整体来讲，虽然说股价出现了高点，但是是开始酝酿下跌的那个过程了。所以说这个位置不要往里冲了，我要提示风险了，不要往里冲了。那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月线上3段，108这里是3段。那么3段是没有背驰的，我们看一下这3段的这个力度，没有背驰，已经快到1.68了，已经突破等比例了，对吧？所以说第3段是没有背驰的。看一下第3段的内部，也就是138上涨这段，138上涨这段也是3段，也没有背驰，123，就是它在从
季度上往下一点点的利用区间它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共振，季度上是一笔，然后它的次级别是一个三段，然后第三段的一个次级别也是一个三段，就是这么个类似一个套娃的一个俄罗斯套娃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第三段的第三段的第三段，对吧？就看一下182上涨的这段，也就是它的日线上的一个结构。哎，这里面就不是三段了，但是呢，它是一个也是相对偏简单的一个结构，有一个中枢，然后出现中枢之后也是三段，发现没有？就是一个套娃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呀，它在小周期上，虽然说我们在季度那个图形上看那个 MACD 表达的不够强烈，但是它在小周期上之所以能够一直这么涨，是因为它在小周期上动能还是挺强的。那么在小周期上只有一个中枢，现在是三段，三段虽然说突破了0.618，还没到等比例，等比例在457.1，对吧？看看能不能够是因为下周这个财报，下周这个利率决议，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跟特斯拉、跟马斯克相关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能不能够出现回撤？如果回撤的话，要看能不能够碰到这个高点358.64，碰不到358.64，出现了一笔有效回撤，还只是一个四浪回撤，1、2、3、4，还可以有5，可以在这里做中枢，对吧？做完中枢之后，只是一个大 B，前面是大 A，可以再走 C 段的，这就是针对这个特斯拉。那我们再看一个 QQQ 的话也是一个小步慢爬的一个状态，每天一个小新高，慢慢往上爬，对吧？它这个结构也相对比较简单的，423这里起涨点，一个中枢，然后一个1、2、3段，现在第三段是没有背驰了，我们可以看一眼，目测是没有背驰的，对吧？是突破了等比例了，等比例是在526.32，它现在是没有背驰的。那么前面是出现过几次顶门型，顶门型都被打掉了，都变成中继了。现在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十字星的这么一个 K 线，就看一下，但是它离这个等比例的位置并不远，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出现一个顶门型之后，给你慢慢杀回来。就因为这个利率决议的原因，杀回来之后一样的，看一下能不能够碰到515.58，碰不到还有5，然后出现5之后，看看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了。前面是第一个中枢，这是第二个中枢，然后看能不能有 C 段，对吧？结构都差不多。然后罗素的话相对能够弱一点，就是这个罗素2000相对的是弱一些，这个小盘股是明显弱呀。因为我们之前分析就说了，不要着急补，因为从这个起涨点的话，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现在是在做大 B 中枢，那么这里这个回撤啊，你要没有耐心的话，就很容易抄在半山腰里面，它偏弱，它跟大的科技股了一比较的话，你就知道它偏弱，所以现在一样，还是没有那个出现底分型，前面是出现过几次底分型。但是都被打掉了。所以说你要想玩罗素2000的话，相对你要耐心一点，不要着急往里补。所以这里啊是做 B 中枢，然后做 B 中枢的话，你还要观察那它能不能够跌破226.59。如果说一直阴跌，要跌破它的话，回到这里那就升级了，这个中枢就变大了，或者说是走反向，这里就断开，走反向也可以，对吧？针对这个罗素的话，相对你要谨慎一点，偏弱，它还是偏弱的。然后再看一个，我最近跟大家提的这个 C3AI 一个小票，之所以提它，是因为它在大周期上，尤其是月线上是一个月线大二买，这是一个月线二买，从这个最低点10.16来算的话，它是一个月线二买。这里如果说能够起码要到48.87的话，那么看这就是3比之后看能不能有没有，如果说没有背驰往上走的话，那这就是看可以出现一个4和5了，对吧？这就是当初为什么要提它的原因。因为它的基本面也出现了变化，因为它是抱上大腿了，抱上了微软大腿，那么基本面是出现变化的。那么如果说再结合 AI 跟 AI 板块相关的优势，所以说，如果说真能够首先要突破48.87之后，空间才能打开。如果说反弹够比了，但是不能够突破48.87，那就可能在这里做中枢，它可以在这里再盘出一个底来，把这个底再做的时间再大一点，时间再长一点。然后再看能不能够选择，那这样就弱了，最好的就是这直接三段，起码等比例我们也可以测一下，对吧？等比例的话也能干到57.56呢，
如果说能够到等比例，然后再回来做中枢也可以。所以说，48.87就是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目标位。那么就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一笔直接从18.85上去，就是只有一笔。那么从10.16看的话，这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周线的一个中枢，然后这是相当于一个直接穿透了，它直接把这个中枢一笔就给穿透了，发现没有？直接就到了这个中枢上面去了。那么因为这个除了财报之后的这一周啊，相对这个上下震荡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就看下一周是不是要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就比较关键了。下一周是包含关系的，还是说能够再次出现高点，还是说能够出现低点？这三种情况看他选哪种，对吧？往上当然是最强了，包含关系是偏中性的。那么出现底分型的话，就是出现跌破上周的低点的话是偏弱的。那么如果说真是出现一个偏弱的情况的话，出现底分型了，那么就看它之后是不是要再拉回来，再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这里是有一个中轨的，到了中轨之后，可能看能不能再打出去，对吧？每一次你只要没出现三买或三卖之前，在一个中枢震荡的时候，只要不出现三买或者三卖，你都不能够说它的中枢震荡结束了。现在没有出现三买和三卖啊，它完全是可以上去直接砸回来，出现三卖也可以的呀，没有说到了这个位置就一定要涨的，没有一定的事儿，它也可以慢慢往上爬，然后回来出现一个三买，这种情形的时候，才能说不再围绕这个中枢进行震荡了，我可以往上继续生长了，对吧？所以说下周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再看一眼这个日线上这一段，从10.85到45.08，在周线上是一笔，但是在这个日线上的话是有中枢的，一个中枢，然后给到一个300，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所有的这些都非常流畅，都非常流畅。那么当时出财报之后的第二天是盘中震荡是非常大的，直接一个低开高走啊，还打了一个高点，对吧？低开高走，如果说你是追涨杀跌的话，立马就最差的就是追涨杀跌了。如果说低开你买一些，然后高走你卖掉，那这个短差做的是非常丰厚的。那么当天的话是多大的一个26%的一个震荡空间，所以说它的振幅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盘子比较小嘛。就看它下周是不是要回来在这里做中枢，这是第一个 A 中枢，在这里是不是要做第二个中枢？然后再打上去，甚至是什么呢？甚至是可以是，因为它现在是这里是没有选择的，可以再次突破45，或者说再次跌破35。这样的话，就是跌破的话就是做中枢了。如果说突破这个45的话，就是35向上的一个延续，就是这三段还没结束呢，看它怎么选，看它怎么选。这就是针对这个 C3AI。然后我们今天最后再说一个，就是这个 ARM。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个 ARM 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它也是跟那个芯片呐、AI 相关度比较高的，这是一个英国公司，但是被这个软银给买了。那么是软银这个公司的，我之前提过，就是说它软银它各一家机构的占股太大了，它基本上占了能有70%-80%的一个成分。那么它一家公司独大，造成了它在市面上流动的这个票就少了。那么它这样的话，你相对的这个相当于把盘子变小了，它这种模式。那么你盘子变小了，那么它的波动就比较大，对吧？但是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现在因为也是刚上市不久。从这个起涨点，这里是我们看的周期是周线上，周线上做出来一个中枢了。而且这次的回荡的时候，你看偏弱了，就是说回撤的偏弱，说明什么呢？说明多头的强啊，刚好在中枢的中轨这里，这里有一个周线的中枢中轨，荡回到中轨附近，然后出现了底分型，然后现在开始上升，然后这个 MACD 有希望能够出现空中加油，对吧？在0轴以上出现一个空中加油拉升起来的话，那这个片就牛了，那么就有希望再次突破这个164，看能不能够走单边，对吧？走单边就是最强的，所以说这里是有潜在希望的，有潜在可能的，也就是从126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126这里在日线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回撤，我们把日线上这个 K 线给它补出来，这里有过一次回撤，但是不够比，然后这第二次回撤够比了，然后一个三段，这第三段现在是不够比的，但是没有关系，不影响我们分析。那么这两个低点，一个是135，
135这个位置是这个二买嘛，对吧？因为从126到现在这个最高点156，这是周线上那一段，但是不够比，但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回撤二买，然后出现第三段，而它也是贴近零轴时候走的，看到没有？贴近零轴时候一个张嘴上升，张嘴向上。那么你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哎，当时是回撤到了0.5的位置，对吧？非常明显的一个二买，这个位置你要天天跟的话，是能够抓住它的，然后这波上涨跟你是有关系的。那么现在这波上涨，我们也测一下，周五啊，也是因为这个 Broadcom 一个大涨，拉动了整个这个芯片板块也好，或者跟它相关的板块一个上涨。那么看一下现在这三段有没有什么位置，给我们观察，也是等比例154.01，对吧？像突破等比例，但是这个上影线比较大，那就看下周了，看下周能不能够继续往上爬一爬，爬到等比例上面去，对不对？然后再给你来一次回撤，那就是一个1、2、3、4、5，出现5段之后，看看是不是做中枢，然后再选择方向，对吧？整体来讲，它是有希望打出一个，就看它日线上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力度的一个跟随了，能不能够真的是突破这个164这个位置？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前面是尝试过几次，这里都尝试过几次想突破这个压力位，但是都没有突破。就看一下，这次想尝试能不能够突破它，突破164之后，空间才能打开。上面才能够真正走出来一波大的行情，不能够突破164的话，那到这里可以再回来，就是1、2、3、4、5、6、7、8、9，可以震9段之后再上去，对不对？也可以的。好的，那么的话，今天时间比较长，那么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